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为什么建议中年女人一定要坚持练习瑜伽，看完你就懂了。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前2天的姐妹淘，我惊讶地发现朋友阿梅的气质改变了很多，变得姿态更加的妖娆，线条更加流畅，体态更加轻盈，走路跟在她后面，让人觉得她的姿态就像一个大学生。阿梅说她健身已经有3个年头了，虽说是断断续续的3天打鱼2天晒网，但还是符合练就有效这个道理的。后来她没有经受住健身房瑜伽区销售美女的营销，就报名了瑜伽课，开始瑜伽这项运动。我赶忙拉过她，开始分享她神奇的瑜伽体验。阿梅说她的柔韧性一直不是很好，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身体非常柔软，能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动作，而她只有身体的肉摸起来比较柔软，这就给她造成了非常大的阻碍。瑜伽的很多体式需要突破自己身体的极限，所以她在身体韧带拉伸方面吃了很多的苦，但她没有放弃，因为她也确实感受到瑜伽带给自己的改变了。随着体式姿势的学习提升，她说在做瑜伽动作的过程中，感受到呼吸的深入，伴随着呼吸让动作缓慢而平稳地落下。她能觉察到身体每一个细小的部位，阿美的觉知力越来越好，她能够控制身体的微小部位。瑜伽的练习让她的感官更加敏锐，能将细微的觉察力无限放大。换句话说，她的身体也越来越敏感了。随着敏感度的增强，她更能感受到生活中小小的喜悦。姐妹们说的提升夫妻生活的和谐度真的有用，确实能给2人世界增添不少乐趣，给生活添加调味剂，让她感受到更不一样的体验。瑜伽也提升了她的精神满足，身心越来越平静，脑瓜也不会稀里糊涂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被她通过瑜伽运动释放出去了。精神与身体交织的升华，让她能很好地感受内心的宁静和身体的放松。在日复一日的瑜伽练习中，她忍受了韧带拉伸和各种高难度体式的痛苦，身体的柔韧度有了很大的提升，身形体态也有了很好的改善，整个人的气质也有了质的提升。以前朋友总说她很幼稚无趣，现在他们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说她怎么像是变了一个人，变得成熟御姐范，越来越有韵味了。生活中更多姐妹是为了保持身材和健康才开始接触瑜伽的，但练过以后，很多人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脾气变好了，内心平静了，更幸福了。其实瑜伽更多是内观，将感官内收，通过控制呼吸和身体，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观察自己，接纳自己。在张德芬的《遇见未知的自己》中，若琳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了一个瑜伽小屋，想要咨询关于练习瑜伽的事情。瑜伽小屋的主人，一位美丽的瑜伽老师，向他解释了瑜伽如何帮助人们与自己的身体重新连结。老师强调，任何能让人专心致志活在当下的运动都可以帮助与身体重新连结，包括跑步、快走、游泳、太极拳、气功和瑜伽等。其中静坐冥想是与身体对话连结的最佳方式。若琳在瑜伽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瑜伽练习，老师让她伸直腿，挺直背，进行腹式呼吸，尝试触摸脚尖。尽管她的身体很僵硬，无法轻松完成动作，但老师鼓励她集中注意力，感受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通过这次体验，若琳感受到了瑜伽的魅力和与身体重新连结的好处。瑜伽不仅帮助若琳与自己的身体重新连结，还让她在练习过程中感到身心舒畅。瑜伽小屋的柔和灯光、摇曳的烛光和灵性的音乐营造了一个放松的环境。
使得若琳能够更好地投入到瑜伽练习中。是啊，瑜伽是上天赐予女人最好的礼物，在一呼一吸、一伸一展中沉淀自己，换来收获，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华。瑜伽与其他形式的身体锻炼不同，它的核心并非仅仅在于运动，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修行。瑜伽的精髓涵盖了呼吸、体式和冥想3个关键方面。如果只谈论体式而忽略了呼吸，或者只关注瑜伽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冥想的重要性，那其实并未真正触及瑜伽的真谛。瑜伽不仅仅是一种对身体的锻炼，它更是一种心灵和灵魂的修炼。在瑜伽体式的练习中，不仅锻炼了身体，更是在培养和增强我们的心理素质。这种身心并用的锻炼方式，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平和，从而达到身心的和谐统一。与其他锻炼方式相比，瑜伽不仅要求动作的精准，更要求我们在内心深处进行感应，以实现身心的平衡。对于初学者来说，瑜伽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常常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提高了，颈椎或腰椎的疼痛减轻了，甚至便秘的问题也得到了缓解。通过瑜伽的练习，许多人体验到了身体的积极变化，而瑜伽的好处远不止这些。下面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个人感受最深的9大好处。1. 瑜伽是最好的保养品。练瑜伽的人都听过这句话，你什么时候开始瑜伽，年龄就定格在那个时候，因为瑜伽是最健康、最彻底、最滋养的美容。当你扭转身体时，静脉血从各个器官被挤压出来，放松时，新鲜的动脉血回流到各个器官，倒立时，下肢的血液回流到心脏，滋养头部和面部。伸展肌肉时，淋巴循环得到了促进。一堂瑜伽课下来，你的身体完成了细胞垃圾的清除，排除了毒素，自主按摩和滋养内脏器官。子宫、卵巢等性器官因良好的血液循环得到充足的营养，体内保持相当水平雌激素的分泌，使得皮肤细腻、红润、有光泽，延缓了衰老。这可是美容院里无法做到的。2. 瑜伽是一把整形刀。关于瑜伽，被问过最多的问题是：瑜伽可以减肥吗？答案是可以，但不是通过瑜伽体式所消耗的卡路里。瑜伽真正的作用是控制和塑形。长期练习瑜伽可以给你一种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让你从身体的奴隶变成身体的主人。而且瑜伽能从精神和情绪上解决你更深层级的饮食问题。当你控制了自己的饮食，你要身体瘦，它就瘦。瑜伽减肥塑形的原理与力量训练减肥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跑步、单车等爆发性力量训练，通过消耗体内的热量达到减重的效果。瑜伽则是通过很多拉伸和扭转动作，伸展、拉伸并放松肌肉，使手臂、腰部、腿部、臀部的肌肉慢慢地变得纤细、修长，从而雕刻出紧实又柔软的身体线条。3. 瑜伽给你快乐。瑜伽就像一个糖果，轻而易举地让生活尝到甜头。练习瑜伽可以刺激伽马氨基丁酸镇静大脑，降低压力。此外，瑜伽还会刺激你的大脑产生5羟色胺，它一种能产生愉悦情绪的信使。有趣的是，女性大脑合成5羟色胺的速率仅是男性的1半，这点可能更有助于解释为何女性容易患抑郁症。长期练习瑜伽可以让你变得更乐观积极，使人有更强的幸福感，抵抗抑郁症。4. 瑜伽助你好眠。调息、冥想、休息术才是瑜伽的精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给人们带来精神紧张、情绪烦躁、思绪紊乱等负效应，影响身体健康和睡眠质量。而呼吸自然、身心放松、不急不躁、缓慢清零是瑜伽练习的基本要求。
如此使得瑜伽体式练习不仅具有健身功效，而且具有释放压力、平衡心态、修身养性的作用。瑜伽中的调息、冥想和休息术能够消除紧张、忧虑造成的失眠，让你有更好的睡眠，保持健全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5. 瑜伽帮你养成女神气质。世间女神形象千万种，我个人认为，女神与美女间的差距在于智慧与气质。会养花的人懂得养花其实是养根，会养鱼的人懂得养鱼其实是养水，会瑜伽的人懂得瑜伽其实是养心。当恒修瑜伽一段时间，你会有更高程度的觉知，对自我情绪的观察。通过自我关照的练习，一个人就会看到别人看不到或很难看得到的世界。一个人也会拥有对别人包容和忍耐的智慧，不轻视每一颗在生命挣扎中破碎的心，不夸张自己的生命想象的受伤，体谅每一个挣扎中的生命。6. 瑜伽可以改善夫妻生活。瑜伽会用到肌肉控制能力，瑜伽的体式会有很多拉伸髋关节和腿后侧的动作，可以帮助你们解锁姿势，还可以让你趴得更妖娆。灵活的尾骨在后入的时候能沉腰翘臀，显得腰臀比整个身材都很好，还能练习到会阴的肌肉，让你更紧致。肌肉收缩控制时间更久，让双方获得更大的愉悦感。7. 改善更年期症状。瑜伽练习可以改善或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以及更年期症状。在更年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的波动表现为不舒服的心理、躯体和血管收缩症状。虽然瑜伽练习不能直接影响雌激素的产生，但有助于通过降低交感神经系统和支持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来帮助镇定神经系统以及改善内分泌系统的功能，这可以支持身体适应荷尔蒙的波动。8. 瑜伽可以减缓衰老。长期练瑜伽可以让你永远保持着年轻活力，减缓衰老，在你身上看不到与同龄人一样的岁月痕迹，同时还可以减缓器官的衰老，让你老得更慢一些。9. 瑜伽有助分娩。瑜伽对孕妇和产后妇女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研究表明，瑜伽可以减少分娩时的疼痛感，减少孕期和分娩时的身体不适，显著减少压力和睡眠障碍，以及提高整体生活质量。产前瑜伽可以减少抑郁和焦虑，并通过降低妊娠高血压或先兆子痫的可能性来支持高危孕妇。产后妇女往往会经历体重增加和分娩后体力活动减少的情况。体重增加是造成这段时间情绪健康不佳的一个重要因素。定期的产后瑜伽练习可以帮助其培养和支持活力、能量，同时还可以减肥，可以在身体方面抵消与抑郁和焦虑相关的不活动和激动，以及促进自我控制和自我效能。如果你正在备孕或者处于孕期及产后，那就去练瑜伽，这会让你免受以上问题的困扰，让你在整个过程中变得更快乐、轻松自在。女神气质不过是一个女子，见过各种浮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理解自身的局限性，能够很好地控制情绪，给人温柔、轻盈、娴静、典雅的感觉，让人赏心悦目。通过习练瑜伽可以唤起人心灵中美好的情感，并在举手投足中表现出来。然而，瑜伽也不是适合所有人，以下这4种人就不适合练瑜伽。1. 练瑜伽只想凹造型的人。练习瑜伽，有多少人只想练体式？有多少人在追求高难度体式的路上一去不复返？又有多少人放不下对体式的执着，将体式作为评价瑜伽的唯一标准，将出汗的多少身体是否有酸痛作为一节瑜伽课的唯一标准？这样的练习不仅不是真正的瑜伽，而且还很容易导致瑜伽伤害。瑜伽体式的真正作用在于
约束及训练大脑，而不是凹造型。2. 身体有特殊疾病的人。瑜伽不是万能的，很多人为了包装宣传瑜伽，将瑜伽变成了万能的，将瑜伽老师当医生，这是完全错误的。身体若是有以下5种疾病，真的要慎重选择练习瑜伽。一是有血液凝固疾病者，避免练习瑜伽。瑜伽的动作需要摆位，肢体伸展扭转，过程中可能导致末梢血流减少，更容易导致血液凝固严重，引发心脏血管疾病。2是骨质疏松症者练习瑜伽要小心，有些瑜伽的动作必须用手或脚等肢体支撑身体的重量，如果有骨质疏松症，很可能因为核心肌群的力量没有训练好，以致手肘支撑的时候不小心骨折。3是脊椎滑脱症，椎间盘突出者要避免腰部过度弯曲。瑜伽最基本的几个动作中，拜日式就是其中之一，练习者必须将腰部往下弯曲。此时有脊椎滑脱症者，可能因为这样的动作而导致脊椎再度滑脱，或是有椎间盘突出者，也可能因为弯腰的动作不慎，而引发下肢神经压迫更严重。4是眼压过高，高度近视不太适合练瑜伽。眼压过高或是高度近视的人，不能做头下脚上的倒立动作，前弯或者倒立会增加眼压，所以眼压过高、高度近视的人不建议练习瑜伽。5是癫痫，大脑皮层受损，不适合练瑜伽。瑜伽里有不少动作会牵扯伸展到颈部，假如有癫痫或者是大脑皮层受损的人，前弯后后仰按摩颈部的伸展，就有可能会诱发癫痫发作。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谨遵医嘱，如果医生明确说我们身体不适合练习瑜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的身体。3不遵守瑜伽制戒和内制的人。艾扬格大师说，没有制戒和内制作为基础，那么体式的练习无异于杂技表演。制戒要求我们非暴力、求真、不偷盗、节制和不贪婪；内制要求我们纯净、满足、热情或克制自我研习。对于真正的瑜伽修行者来说，需要的品质包括自律、信念、坚韧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瑜伽的大厦有了这样的根基，才能屹立不倒。4总是走极端的人。瑜伽不是为那些暴食的人准备的，也不是为那些禁食的人准备的，它不是为那些贪睡的人准备的，也不是为那些总是熬夜的人准备的。瑜伽是为那些规律的工作生活、协调起居的人准备的。可能你会说，正是不平衡的人、极端的人才需要瑜伽啊。错，瑜伽可以帮助人们去追求达到身心的平衡，但不意味着练了瑜伽你就能够平衡。瑜伽不是神丹妙药，吃了就能起死回生。瑜伽也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它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瑜伽病。那么瑜伽病究竟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指在练习瑜伽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适症状。由于过度拉伸或不当的体式，练习者可能会遭遇背部、腰部、颈部的疼痛，甚至韧带拉伤、软骨撕裂、关节炎症和神经痛等问题。在瑜伽的世界里，如果不顾个人的柔韧性和平衡能力，一味追求高难度动作，就容易导致运动伤害。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的统计显示，每年至少有6000人因瑜伽不当练习而遭受困扰，但这个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实际受影响的人数可能还要多得多。瑜伽私人教练郑老师指出，所谓的瑜伽病往往是因为练习者在追求体位时过于激进，不自觉地给身体施加了过多压力，从而导致肌肉、关节、脊椎和韧带的损伤。他强调，练习瑜伽的初衷应该是为了健康和平衡，而不是为了在柔韧度上与他人竞争。如果不顾自身条件，一味追求极限，最终受伤的只会是自己。对于瑜伽，
有哪些错误、不科学的体式和认知。一、莲花坐式。瑜伽最基本的坐式是两脚交叉，放到大腿上，很多人经常这样一打坐就是半小时。骨科专家说，如果过度使用莲花坐式，对髋关节和膝盖都不好，会让膝盖老化得很快，长期这样的话，到老年以后会有很大的副作用。二、盲目追求练习次数和效果。很多刚练瑜伽的人都会大量频繁地投入练习，以达到效果，而结果是每天身体积累疲劳，往往还没恢复又在上课的时候再度拉伤。专家建议练习瑜伽每周不应超过3天，应该循序渐进，不应一步求成。三、过度强调后弯。强调后弯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过度后弯容易造成脊椎间的软组织受损，而且脊柱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其他方向会受到限制。牛津大学神经生理学家里奇罗素指出，某些瑜伽姿势给健康的年轻人造成中风的风险，一些瑜伽姿势令颈部过深，可以引发大脑损伤，而这些动作很危险，严重一点可损伤椎动脉，产生的血栓、血管狭窄可对大脑造成严重伤害。四、太强调拉筋。适度拉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但如果过度拉伸，则有可能把身体的韧带拉松了而不自知。瑜伽里的某些东西，其实绝大部分人根本不应该练习，因为往往受伤之后几乎就是不可逆的了。虽然瑜伽的是比较安全的运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不适合练瑜伽。如果你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危险疾病，就不要偷偷练习瑜伽了。如果获得了医生的许可，练习时也要注意不要做任何顺倒姿势，以及不要屏气。而如果患有颈椎病、高度近视、视网膜脱落症等，就一定要避免做倒立动作。刚做完手术的话，切记一定不能练瑜伽。如果在练习时你不小心拉伤了自己，一定要去看医生，而不是讳疾忌医，把自己交给瑜伽动作来纠正。女性在经期不应该练瑜伽，孕妇也应该注意，在练习时不要屏息。就算你的健康状况完全符合瑜伽标准，但也应该注意不要过度追求柔韧，因为无论什么运动，最重要的是安全。量力而行，听从自己身体的感受。当你的身体感觉不舒服，那就不要再继续勉强。很多高难度动作其实根本不适合绝大部分人做。瑜伽的练习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能力来调整，切忌盲目追求高难度动作。瑜伽不是竞技运动，它更注重的是身心的和谐与平衡。在练习过程中，应该保持呼吸的自然和顺畅，避免屏气，因为屏气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对于初学者来说，最好在专业瑜伽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以确保动作的正确性和安全性。同时，瑜伽练习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时间来逐渐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学会倾听自己的身体，当身体发出不适的信号时，应该立即停止练习，必要时寻求医疗帮助。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与自己和周围的世界相处。因此，练习瑜伽时，我们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将其变成一种负担。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